美債大崩盤，日本人又突袭了一次珍珠港。這是前幾天特朗普宣布暫停對等關稅後一段超精彩的採訪視頻。起因是有記者故意惡心他，問你如此頻繁的更改政策，我們美國的信譽何在？特朗普若無其事的表示，現在我面前有一堵牆，我要穿過去，難道非要撞破它嗎？我可以繞過去啊，做事要靈活，你懂嗎？他的回答至少傳遞了兩層意思。第一層，對等關稅的最終目標不變，我只是換了個方式而已。第二層是暫停對等關稅是計劃的一部分，一切盡在掌握中。可事實真像特朗普說的這樣嗎？非也。據 CNN 爆料，就在宣布暫停對等關稅的當天上午，特朗普仍未改变主意，堅持不撤銷。是到了中午，財長貝森特的一次緊急求見，才迫使他改變了主意。因為貝森特帶來了一條壞消息，美債要崩了，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神秘拋單，導致一夜間利率上揚了20幾個基點。特朗普可以不顧股市暴跌，反正是市場接盤，但他不能不管美債利率，因为這事關他政府的財政。權衡利弊後，特朗普只能無奈宣布暫停對等關稅，以穩住市場預期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到底是誰在做空美債？剛開始市場認為是東大，但是從華爾街收集的信息來看，拋售美債的另有其人，一股意想不到的勢力在背後狠狠捅了特朗普一刀。這股勢力就是日本人，對，他們又一次偷襲了珍珠港。據傳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，有家日本量化基金在特朗普上台前購入了一大筆美債，然後為了提高收益率，他們反覆將這筆美債抵押給銀行，最後竟然加了60倍的槓桿。這意味着但凡美債有一點風吹草動，他們就會立刻爆倉。放在平時，這種概率極小。不幸的是，他們遇到了特朗普，發動了一場震驚全球的關稅戰。隨着美債劇烈波動，這家倒霉的日本量化基金瞬間破產。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，日本的金融機構開始爭相拋售美債砸盤，導致美債利率一夜間上漲了20幾個基點。你可能覺得沒什麼，但是這對美國政府來說，每上漲1個基點，他們就要多還360億的利息，這將徹底拉爆特朗普政府的財政。這個後果，特朗普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，所以他才緊急的叫停了對等關稅。事後，特朗普一家投行的經理還感激的表示，日本人的自殺式拋售拯救了全世界。表面上看，這次日本人拋售美債是市場行為，但是深度分析後，我們發現這極有可能是日本政府有意為之。支持這種推測的證據是，日本央行本是可以救這家量化基金的，注入幾十億資金就行，代價並不大。可偏偏他們什麼都沒有做，眼睜睜看着這家基金破產，然後引發恐慌性拋售。對於上述推測，日本央行極力否認平衡關係，稱無意拉爆美債。事實真如此嗎？媽存疑。當下日本經濟界正彌漫着一股反美氣氛，因為特朗普不但搞對等關稅，還要逼他們簽第二份廣場協議，即海湖莊園協議。第一份廣場協議已經讓日本人犧牲了一代，失落了30年，這才剛緩了一口氣，又讓他們簽第二份，合着拿日本人當祭品是吧？沒錢了就獻祭一次。作為美國的附庸國，日本人不敢當面表達不滿，只好用這種偷襲的方式陰了特朗普一把，好讓對方知道自己也是好惹的，爭取更寬鬆的談判條件。從長遠分析，這一次偷襲可能徹底打亂特朗普的戰略部署。首先，我們要搞清楚特朗普的戰略目標究竟是什麼。別看他整天又是大裁員又是對等關稅的，做的事情非常多，其核心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給美國搞錢，以緩解財政壓力。只有財政有錢了，他才能推進戰略的第二步，大規模減稅。特朗普執着地認為，只要稅率下來了，企業盈餘多了，就會增加投資，建造更多的工厂，雇傭更多的員工，這樣紅脖子都有工作了，社會就穩定了，即所謂的涓滴效應。所以實行對等關稅本質上是逼其他國家給美國上供，一來逼外國多購買美國商品，二來逼外國增持美債，壓低美債的利率，以便他能發行更多的債，充實財政。誰料這一次日本人的自殺式襲擊打亂了節奏，特朗普原以為頂多是股市暴跌一陣，挺過去就好，沒想到早就有聰明人看穿了他的真實目的，打蛇打七寸，做空美債，釜底抽薪，先拉爆了美國財政。要知道2個月後，特朗普就將面臨9.2萬億到期的美債，還是肯定還不起的，只能借新還舊，24出售。這時利率就特別關鍵，理想狀態是3%發債，不過按照現在的情況，幾乎5%的利率，意味着他每年要多背負7200億的支出。美國軍費不過8000億，這還減個誰的稅？不加稅就是好事了，更別說談增加投資、解決就業、制造業回流，讓美國再次偉大了。所以萬事萬物都有代價。特朗普以為美國無所不能，強大到足以對抗全世界的地步，只要一發飆，眾人就會乖乖服軟，送上前來。沒想到連表面最乖巧的日本人都會在背後搞小動作，更別說其他國家了，那些都是表面一套，背地裡一套。到頭來，這場關稅戰終將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美國不僅拿到了好處有限，還會與鐵桿盟友漸行漸遠，得不償失。